大人，我们的粮草已全部被夺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连敌军的主力在哪儿都不知道。大人，我们必须要向神皇陛下请罪了。我们先是隐瞒了攻打圣庙失败的事情，远州联盟军叛乱，再到这光明王起义，如今我们又连失3城，这些我们从未和神皇陛下提起过分毫呀，大人。一旦上报事情，你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吗？月亮湾一战，是我杀敌无数，才有了今天的位置。如果现在认输，那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打下去，直到赢。大人，有支部队朝我们来了。从哪个方向过来？西南方向。西南方向？西南方向不应该有敌军啊。来的不是敌军，那是……头儿，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北族凌不虚正带队前往鲁地大营方向。凌不虚一直驻扎在瓦云以东的西南大营，和鲁地互为支援。二人一旦兵合一处，恐怕咱们就招架不住啊！那咱们该先下手为强啊！不，凌不虚这么一来，我倒是有点心疼鲁地了。头儿，你打仗打懵了吧？哪有心疼自己敌人的道理吗？西南大营的粮草向来有2处供应，一是由北族境内运输补给，但是线路颇长，相当麻烦，所以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鲁地在远州各地的征粮。众所周知，鲁地现在哪有功夫为西南大营运粮呢？前2天，我们在塔林附近截获了一支运粮的北族小队。现在看来，这支小队应该就是去往西南大营的运粮队。没错，所以啊，凌不虚此行不是来增援，而是兴师问罪。既如此，那我们为鲁地祈祷一下。你竟然被远州人打得如此狼狈，连塔林都丢了。这光明王用兵策略确实不一般。都是借口。北族被远州人打得溃不成军，闻所未闻。将军，你准备如何向神皇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战败。我败了？这还不是？胡说！就那群远州的杂碎想赢我？他们只是一群种地的奴隶，一群狗。是吗？那大人似乎被这狗咬得不轻啊！哎，2位大人消消气，咱们现在应该同仇敌忾，不能让外人得了便宜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您请。来，大人。我只是一时大意，上了他们的当。待我重整旗鼓，一定把光明王的脑袋拧下来当酒壶。好，那在下就等着将军告捷的消息了。不过眼下我还要派信使，将将军战损的情况一一核查清楚，好如实的禀告神皇。将军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他凌不虚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要不是看在神皇的面子上，早把他头扒下来了。大人，您先消消气。
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想着如何打败这光明王。这林将军留下的信使在咱们军营，不日战败的消息便会传回塞戎城。若是神皇知道了咱们再无胜绩，咱们肯定比死还难受。你们的粮草所在何处？快说！大人，下去吧。大人，凌将军命属下前来清点贵部所剩粮草辎重，以及战损情况，还请大人配合告知。阁下准备怎么向神皇交代呀？自然是如实禀报。哎，林大人。看住林不虚，把所有派驻神堡的人，统统杀掉。是。这次要是再输了，就再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所以光明王必须死。糖葫芦了！哎，姑娘，来一串。边将，你这糖葫芦用什么做的？姑娘说笑了，糖葫芦当然是用山楂和麦芽糖做的啦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像你一样甜的麦芽糖。那你生意可好啊？不买就别打扰人家做生意。你就不打扰了？没事儿没事儿，这几天糖葫芦卖得好，我正准备请人帮忙，帮我一起做呢。是吗？大人听见这事儿定会开心。下次，慢走，下次。慢走。阿秀什么时候有吃糖葫芦的癖好了？你有多久没在远州看见卖糖葫芦的店家了？再看看现在，远州以前生活匮乏，百废待兴，人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求能够多收些粮食。但是现在生意重振之后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都有糖吃了，说明远州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，有了更高的追求。这可都是大人的功劳。你知道远州现在缺什么吗？什么？春风院。你，哎，站住！我回来了。嚯，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挺沉的。你去采购了？没有，这些都是远州百姓送的，说是给咱们办公用的笔墨之类的。看来布卢村商业恢复的不错啊。不仅是布卢村，其他几个邢台也都陆续开始恢复耕种。根据头的策略，休养生息，所以咱们的赋税极低。现在的百姓对于耕种的积极性那是极高。那咱这军费怎么办？咱不需要军费，咱们只需要粮饷、武器、部队开拔、更换驻地等费用。根据现在的赋税，咱们已经足够了，并且还会有点富裕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做参见长史的才华。罗杰，让之前被咱们俘虏的北族士兵去帮忙开矿。在鲁地开启谈判之前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。成。鲁地会和咱谈判吗？迟早的事儿，而且现在开矿对我们大有益处。其实我已经让袖子营的斥候前往瓦云以西联络商贸了。联络商贸？头，你是想和紫川进行边境贸易啊？紫川境内的物资流通章程，导致目前紫川境内物资流通非常困难。同时，我们远州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有一些矿产种类呢，在紫川境内是非常稀缺的资源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。只是我们只能用金币交易。可是现在咱啥也不缺呀，干嘛费劲干这事儿？要是我们真正的想让远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。与鲁地一战，我们始终不敢正面面对，其真正的原因，
就是因为远州的基础建设大不如北族，更别说与子川家还有刘封家相比，农业、建筑业的技术、学堂、兵工厂还有医馆，这些一切有利于远州人民发展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回到子川学习相关事项，以发展远州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和任务。头儿，你说这事儿，那谁比较合适呢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肚子好疼！哎呀，哎，头儿，虽然我知道帝都的东西好吃，床也舒服，酒也好喝，还有那春风院。头儿，这次说什么你也都不能回去。至少得先把鲁地的事情解决掉。嗯，你们，行，那我们至少先把午饭的问题解决了吧？行。面来了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这我们没有点啊。啊，送的，几位慢用啊。这样，头儿，你跟这儿有份子。这面的味道怎么这么熟啊？帝都的味儿。我独家研制出来的配方，交给了这个老板，跟帝都城门口面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在厨艺方面也颇有造诣啊！啊，怪不得呢。帝都面摊老板可从来不随便给人加肉。快吃吧你！谁再给我来一瓶？几个菜啊，喝成这。整。头儿今天一定特别高兴。你看他什么时候喝过这么多？咱们今天还能吃着子川的面。是啊，谁能想到，远州竟然能发展成这样？可不嘛，咱从帝都滚蛋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头儿在这儿找到了它的价值。瓦云远州军第15队旗领图瓦，拜见帝林大人。老西岭一路颠簸辛苦了，快请坐。谢大人。您此次回帝都，是回来受勋的？我参军至今已经整整40载，如今述完职，便要告老还乡了。您戎马一生，帝林颇感敬佩。但您应该去领兵司，为何来我书律司啊？大人，素闻书律司公正严明，我这次是来向大人请愿的。这次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些伙伴，我恳请大人能容他们与我一同请愿。好，那就请他们一并进来吧。不必了，大人，
他们已经在此了。大人也是出自军营，我想军营里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，大人也是有所了解。在上战场前，将士们都要在腰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即便是丢了脑袋，脸被砍烂了，也能凭着这条腰带找到回家的路，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这个是陆家，他长得比女娃子都白，也常常因此遭到大伙的调侃。但是他上了战场比谁都狠，临死前他还扑上去，用穿透他胸膛的尖刀刺死了敌军。这个是我的老哥们儿了，他也守了远州20多载，我们2个人还在军营的后面买了一坛酒，约好了等到退下来，痛快地喝一顿。可如今，他们都来不了，我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这儿来。身为男儿，自当保家卫国。我们每个人从进军营的那一刻起，就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着军营中的将士一个个的倒下去，有一批批的填充进来。瓦云城也在一次次的战事中变换着他的模样，但从我的心里，我从来未动摇过。如今瓦云的修缮工作已经正常进行，军长大人也给战士的家属发下了抚恤，家族不会亏待每一个战士，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牺牲的。是啊，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开心的像过节一样。可是后来，一天天的就开始担心了，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瓦云还没有修好，人心就先塌了。大人，我代表为瓦云城失去生命的将士们和依然生活在城里的百姓们，恳请大人去看一看，看一看现在的瓦云城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愿去瓦云进行调查。老县令请起。老县令放心，过几日就是帝都各统领会议，瓦云的事儿要解决就光明正大的解决。林彬副统领，现在瓦云那边情况如何？在瓦云的正面看，北族的西南大营状态十分平静。这是因为远州境内的反叛事件进一步严重了。远州的那位领袖光明王，带领着远州人反抗北族的统治，所以北族的一线作战部队都被抽调回去镇压叛乱了。你知道那个光明王，他是哪个部族的吗？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。哦，远州叛乱以来，最使我们头疼的是北族，但是这个光明王出现了，倒是对我们有很大益处啊！尽快调查清楚，掌握真实的情况。是。明辉在。现在西部情况如何？在西北部的边境，刘峰家的战斗部队已经停止了经常性的挑衅活动，这与刘峰家的内乱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大人，我认为明辉头领的猜测是正确的。据我在刘峰家的探子回报，刘丰明叛乱之后，刘丰西山很快又接管了刘峰家的政权，只是收拾残局还需些时日。
刘峰家族啊，内乱尚未平息，他政局又不稳。明辉，我们将如何行动呢？属下认为，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一举摧毁刘峰家，推进子传家族一统西川大陆的霸业，铲除刘峰家。诸位有何意见？大人，现在固然是攻打刘峰家的好时机，但还需多方面整体考虑，在军事和后勤方面，需要做长期的计划和准备。司仪林，在。对刘峰家作战，你有信心吗？单从军事方面来看，要看刘峰家此次内乱对他们的兵力消耗如何，还有我们的部队恢复如何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两军相差不多，但是我坚决反对。司仪林阁下，这几年家族损失的军队数量，你们应该有详细的统计吧？没有详细统计过。如果戈大人需要的话，我可以……没这个必要，我现在就能给出大概的数字。781年是我们子川家运势较好的一年。虽然在西部吃了刘风霜的败仗，在远州却打了胜仗，一年下来，士兵损伤的人数约为3万，可以称得上正常的消耗。783年开初，帝林大人在远州非常活跃，连战连捷，但我估计5、6万的伤亡肯定是有的吧。接下来就是在平定杨明华的叛乱中，帝都军民损伤程度起码又是1万人。帝林大人，您没意见吧？在远州的叛乱中，雷洪叛变，各省守备军队的损伤，赤水滩惨败，加起来一共有23万军队伤亡。然后北族突袭，这一时期的伤亡资料非常混乱，但总体伤亡之惨重是空前的，军队损失达40万。戈大人，这不是我……司仪林大人，帕义抗击北族的壮举，出战前将近11万的兵力，回到瓦云不到5万。现在资料基本已经齐全，总计，我声明一下，这是按照最保守的资料统计的，还有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，可能遗漏了。77万。各位大人，77万。对于各位大人来说，士兵、部队可能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士兵和部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每一个士兵都是爹妈生、父母养的，把他从一个嚎啕的婴儿养成一个成年的男子，起码需要20年的光阴，耗费的时间和物资都难以计数。本该作为生产主力的壮年男子，被大量的抽调到部队中，消耗在战场上，极大地压缩了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，导致生活物资匮乏，物价飞涨，黑市交易泛滥，我们的经济正在萎缩之中。现在如果为了应付危机，短时间内节衣缩食，我相信民众可以忍。但如果是为了争霸天下的虚名，毫无目的的穷兵黩武，将军费赋税加诸于不堪负荷的民众，军费方面的问题，我相信如果是对子川有利，那么民众一定会支持的。那是因为你们在欺骗民众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外族入侵造成的。一旦开战，兵火连接，伤亡惨重，我们都将成为罪人。到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向民众交代？家族还有多少个77万青壮年？军长大人，他们可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。
你说完了吧？会议啊，先开到这儿，大家先休息一会儿。等待时间真漫长啊！会议还没重新开始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，歌山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就算他有1万个道理，他也不应该那么说。毕竟，最想打这场仗的人，就是军长大人。因为在远州失利之后，他当然希望后世的史书上记载，军长参星在遭受远州小挫之后，一举歼灭了子川百世仇敌刘封一族，这是何等的壮举啊！所以他那么急着把明辉和林冰召回来，就说明他下定了决心。但歌山却不识趣。你呢？你想打仗吗？让我打我就打了，但按歌山大人所说，确实是，如果贸然出击的话，到时候和刘封家闹得两败俱伤，北族再来犯，得不偿失吗？你呢，大哥？说实话，歌山想的是民生，我想的是子川的长期发展。5年之内，如果我们不歼灭刘封家，子川必亡。什么意思？很奇怪吗？远州之战之前，我们与刘封家平分秋色，到我们失去远州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族力会渐渐步入刘封家，不用5年，就会被他们甩在后面。可我们现在战败也不久，兵力不足啊。如果你担心兵源的问题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在会议继续之前，我宣布一件事：子川宁将参加家族事务。今天是他第1次参加家族的决策会议。他长大了，他可以参加家族的事务，为家族分忧了。我不想让他在军队里闲干，到领兵司、督政司去。罗明海、歌山在。小宁以后就在你们属下工作，他有哪些做的不对，你们可以批评帮助他。是。总统领大人、歌山大人，请多指教了。宁殿下冰雪聪明，我们领兵司又多了一位栋梁之才啊。小宁坐下来。好，我们会议继续进行。军长大人，我有2个提议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将下次的征兵重点放在远州的难民身上。这个提议很好啊。远州归附北族后，瓦云增加了数百万的流民，这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隐患。况且我们每个月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给他们发放补助和食品。没错，我们如果将这些难民的青壮年征兵入伍的话，1个军人就可以养活1个3口之家。就算我们在100万难民中只取40万人征兵入伍，那也相当于我们养活了120万人。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些难民失去了家园，对于北族只有仇恨，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一队英勇无敌的敢死之士。司仪令纵观全局，考虑很周全，可见是用了心呐。歌山，你有何意见呢？是个好主意，只是大批难民组编成军，至少需要训练1年半载。如果1年半之后我们再打刘封家，我绝不阻拦。我这第2个提议，就可以打消歌山大人的疑虑。我们子川家不是手里没有兵，而是兵不在我们手中。那你说在谁手里？根据调查，3省台其中23名参使手握私兵，总数达30万人。这个消息确切吗？基本上可以确定。如若我们将这些私军
编入正规军的话，完全可以与刘封家一战。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家族和三省台的协议当中明文规定，贵族私募兵不允许超过3000。毫无疑问，众位参事已经触犯了法律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按家族律法，可以以谋逆之罪。等一下，叔叔。军长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。在您做出决断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说2句啊？可以啊。诚如帝林大人所言，这些参事都已经违反了法令，但是贵族佣兵不能超过3000这一法令，距今已经200多年了。如果不是帝林大人提醒的话，连我都忘了。这些参事未必就有忤逆之心，所以恳请军长大人给这些犯错的参事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们肯交出兵权的话，并不予追究，这样子也可以显示家族宽广的胸怀。如果他们不肯交出兵权呢？如果他们拒绝的话，那就交予三省台，由三省台来进行裁决。23名贵族在三省台中只是极少部分，我相信并不会影响三省台做出公正的裁决。而且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予参事们一些适当的补偿，或者说，我们将征用军队的说法改为购调军队，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。明殿下想得着实周全，在下也十分佩服。大人，此事是舒律司监管不力，还请大人把此事交于在下，我好将功补过。这事情事出有因，也情有可原嘛。如此情况，我们便决定在难民中招募军队，帝林可以同步进行调查三省台成员私募军队一事。待征募军队训练完之后，向刘封家开战。大哥，要不是你有2个办法，不知道这个会议要僵持到什么时候。不过你早就有想法的话，为什么不自己说，非要让我说？如果这个军事上的建议由我提出的话，军长大人一定会有所忌惮，罗明海也会多加阻挠。但由你提出来，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谁都没话说。一则呢，可以调整军队攻打刘封家；二则我可以拿回权力，调查三省台。所以你早就想调查三省台了？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就派葛青前往瓦云调查了。这事跟瓦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之前有个瓦云的老旗领来找过我。是，徒儿知道，他说的情况也都属实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上报？瓦云要隘虽然修建缓慢，但也没有明显疏漏。此事由三省台跟进，我虽统领整个远州，但也无权过问。所以会议之前，你就想调查三省台？没错。军长大人因为杨明华一事，动用了三省台的力量。从此之后，三省台就等于重新登上了朝堂。交出远州管辖权之时，就让三省台损失惨重。他们对军长大人极为不满。如今慈善晚宴之后，他们恐怕又要借着修缮瓦云之名，谋取私利，再利用种种特权，胡作非为。军长大人也不便说什么。所以克制三省台也是军长大人的意思了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顺水推舟。我要的是拿回调查权。
不舒服吗？对，我不舒服，浑身不舒服。生病了？鲁地到底在干什么？原来是因为鲁地最近没有来骚扰我们，所以大人才浑身不舒服。对，怪不得我浑身不舒服，原来是太久没打鲁地了。鲁地正养精蓄锐呢，没劲儿打咱们。哎呀，我们兵力不行，而且单兵素质能力也跟他们相差太远，我们不能主动出击，得好好想个办法，让他们主动来打我们。这段时间鲁地确实没攻打布鲁村，但是其他几个城市他可没少骚扰。地图，快拿出来！哦，快拿出来！反了！哦，骚扰周边，看来是要把我们之前攻下的邢台给围起来。哎，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是这样运粮线路就增多了，消耗增大。这么说，他们很快就没粮了。我晓得该怎么做了，快去把阿泽和李农给我叫过来。好嘞。别动！出来！哎呀！哎，我说，咱不是打鲁地吗？怎么老大让咱们俩跑这儿打地洞来了？这叫钻掘打井。呸！这不是用来灌溉的吗？跟打鲁地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大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。哎，你敢推我你？干活。大人，光明王正在四处派人打井。打井？给我标出来！快点！此处，此处，还有此处。这是要引水灌溉发展农业，彻底扎根了。这个光明王，鼠目寸光。待我形成合围之势，定能将他一举拿下。布卢村周边的路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几十条，而这里就是我们的粮仓，所以到底如何避过鲁地的耳目，顺利的从我们的粮仓把粮食运出来？你们俩给我说说，你们的计划。大人，您才是统帅。统帅听属下的汇报不是天经地义吗？现在咱们布卢村周边肯定布满了鲁地的斥候，那也扛不住咱们路多呀。咱们10条路同时运，谁能分得清谁是谁啊？我觉得可行，但是鲁地向来多疑，这个烟雾弹得做得漂亮才行。那就这么办吧。粮仓是我们的命脉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让鲁地的人发现了，知道吗？这便是目前属下得到的全部情报，请大人定夺。大人，这对方派出了10几辆运粮车，这方向还各不相同，这定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角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一条才是通往粮仓的路。属下以为，我们应该派出10几路人马，这宁可费力，也不能错过呀。不急，你派人接着探，有消息及时汇报。大人果然神机妙算呀！白天，他们放出的那10几队运粮车，定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；晚上，夜里隐蔽食物出动了，才是真正的粮车。想那光明王前几日还在挖井打泉，可曾想到今天
会被我们来一个后院起火。大人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是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哎，白川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盖这个白布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挂了。哎呀，这个远州啊，天干物燥的，待了数日，这个脸就跟沙漠一样。这是我自创的贴面补水法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前线传来消息说，鲁地已经率兵跟着罗杰往粮仓的方向去了。大人尽快出发。哎呀，不急不急。白川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也不知道好好保养保养。哎呀，缺水的话容易长皱纹，而且还会变老。还好咱们提前打了井，现在有充足的水源。子川秀，军机不可延误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就别怪属下以下犯上了。别急嘛！你看，这个缺水还容易脾气暴躁。你看鲁地那个暴脾气，一看就是缺了很多水啊。在远州连夜赶路，很多士兵估计连脸都没机会洗一把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既然咱们打了井，就应该照顾一下邻邦，尽一下地主之谊，对不对啊？现在鲁地已经占领了的领地，向东而走。卸下手中的铠甲，摘下疲惫的面具。对不起，二三打，看着一个梦，大人，把酒言欢，直到天明。你的火把还烧着，照亮寒夜崎岖的那条路，在我们作别的地方，铭刻着无上光荣。派人东消失的村儿错了。老朋友，前线阵地要失，不入村就危险。前线阵地要是丢了，不入村就危险。我是在等你开口。我说那意思儿，走了，返回营地。消失的老朋友，他始终不曾远走。沉默不过是在等你开口。不要失忆，来，重来吧，我忘词儿了。不是在秋华公园是吗？礼物送到本人在。别放开往事的手。我是知道的。有个人喜欢在老地方停留。上次来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也想。自从上次遇袭，我总是每一个人都得给我仔细的考虑。如果我们在此时主动出击，那我们就会赢得非常可能。哦，没有。